在你那里武才最好的是谁了？尉迟敬德，我功法最强，他枪矛第一，万人之中夺人长矛，视同儿戏。万人之中夺人长矛，视同儿戏。李渊一听来劲了，他早就听说尉迟敬德在齐军阵法上很有一套，今天很想见识一下这位猛将的武艺如何。李世民也自然不会错过这个为属下增光的好机会，便当即将尉迟恭叫了出来。李渊更是让人取来了自己的御用长矛。谁来接矛？我来。李元吉当即起身就要试试尉迟恭本事，回想上次他把尉迟敬德踩在脚下百般羞辱，自认为这次也会轻松拿捏，正好也打一下李世民的脸。四弟，何必是你呢？要你管啊！这脸我是丢定了，太子也都拦不住。李世民一看不妙啊，这老四好赖不济也是个齐王，万一给捅死了怎么整？可李渊有点喝高了，非要两人较个高下不可。于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李世民只好将矛头取下。既然这没了枪头，便不怕死了，那就开战吧。我看谁能从我齐王手中夺走。来！哎呀，不能啊，不能啊！来！哎呀！来呀！怎料下一秒，尉迟敬德一只手就从李元吉手中夺走了木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没看清楚啊！再来，再来！17岁的李元吉怒气冲冲地从尉迟敬德手中夺回木棍，就要再来一次。然而这次尉迟敬德也不再留手，他不但单手夺过长矛，还将李元吉摔了个狗吃屎，堂上堂下都为尉迟恭喝彩。李元吉的老婆却是一脸嫌弃，没有一点同情和担心。而按理来说，一个正常人此刻都该意识到自己跟尉迟敬德之间的差距，可疑似人类的李元吉偏偏头铁的不行。我的衣服不对，我扒了衣服再跟你来，咱们一人拿一只矛，要有矛头。这可把老爹李渊和太子李建成都吓坏了，这么比下去恐怕要出人命啊！陛下，您放心，尉迟将军不会伤到齐王的。哦，那好啊。来人，再把御林军的枪矛拿过来。是。这次还是李元吉率先出手，怎料尉迟敬德仅凭单手的力量就压得李元吉根本抬不起胳膊，同时右手一拽便将李元吉的长矛直接扯了过来，然后顺势一丢把长矛钉在了柱子上。接着尉迟敬德面露凶光，李元吉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齐王，有时候我也会失手的。尉迟敬德简直太狂妄了。酒宴散了之后，齐王府的幕僚们大骂尉迟敬德太嚣张，而李元吉却安慰大家说没关系，他虽然吃了点亏丢了人，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，二哥一派的人实在太狂了，连一个武将都不把皇子放在眼里，更别说秦王本人了。现在最着急的应该是太子。接着李元吉给手下心腹透了风，表示自己想搏一次。殿下想扳倒秦王吗？不是没有可能，现在时候还不到。殿下想扳倒太子，也不是没可能啊。但问题是你们敢吗？一听这话，众心腹纷纷表示誓死追随齐王的决心。而李元吉想要争夺太子的策略就是什么也不干，不管秦王府今后干什么都不要阻拦上报，抓到机会还要疯狂的鼓励，从而让他们的人出尽风头。秦王府的人越是嚣张，那首先坐不住的就是太子，紧接着就是李渊。到那时我再从中挑拨，让李渊、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三方势力干起来，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。而另一边的东宫果然真如李元吉所说，太子的一众心腹眼看李世民被封天策上将，众人都急坏了。他们表示这次封赏已然代表着皇上动了废立太子的心思，就像今天本来只是一个舞剑助兴的事儿，结果弄得如此难看，简直让齐王下不了台。他今天能如此对待齐王，明天就有可能如此对待殿下。我看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。魏征仔细分析了如今的局面，第一天策府有权铸钱，招兵买马，经世济民就有了基础。第二天策府可以自设官署，等于有了自己的朝廷组织，也就是说皇上默许秦王组建团队。皇上还封李世民为大行台尚书令，将潼关以东的治权都交给了秦王，这分明是拿出半个国家来给这个二儿子练手啊。至此，秦王可夺大唐，这大唐尚可夺太子之位，我们连议论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们想的太多了，秦王不是那样的人。如果李建成能坚信这句话，也许历史就会改变了。而这边的李元吉为了知道自己是否是天命之人，他还特意找来长安城内有名的道士给自己测一下元吉二字，不料道士给出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。齐王将有天下。什么？元吉二字合起来是个唐，齐王将有天下。怎么写？怎么写？教我！看着李元吉失态的模样，道士几乎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只见道士先写下一个元字，再往下面加上一个吉字，合起来竟然就是个唐字。李元吉看到这一幕，高兴的不行，立马跑去找媳妇杨妃炫耀一番。可是杨妃看着他那有些滑稽的模样，哪里有一点帝王相？这不是纯纯的一个小丑吗？你是老四，怎么会有天下？老四怎么了？你看，
父皇、大哥、二哥都死了，三哥早死了，不就是我了吗？都死了？都死了。说罢，李元吉便在桌上摆下4颗豆子，代表李渊、李建成、李世民还有他自己。紧接着就把代表其他3人的豆子给全部吃掉。杨飞见状，便直接把最后1颗豆子给吃了。喂，那是我呀！你能把父皇和兄长都吃掉，我就能把你也吃掉。你这丑八怪为了皇位真的是疯了，连自己的父亲兄长都要杀掉。李元吉很委屈，没想到连媳妇也嫌我丑，但没关系，将来让媳妇做了皇后，他就不会嫌我丑了。不过李元吉也知道凭借自己的实力根本无法打败二哥，于是他便有了与大哥李建成结盟的想法，先除掉李世民，然后自己再干掉大哥，那这大唐的太子必然就是自己的。于是他当即找到李建成，开始添油加醋的给大哥上眼药。现在出了个天策上将，有点2个太子的意思吧？二哥，哼，是想做太子。眼见太子被自己的3言2语所激怒，李元吉顺势装出一副关心大哥的模样，并表示自己会誓死支持大哥。此话一出，李建成十分感动，随着2手相握，兄弟2人默契地结成了联盟。接着在2人一番商议后，决定先由李元吉去试探一下李二，他将一只还未被驯服的烈马送给李世民，从而借此看这位二哥出丑。你还没有训过我没办法。二凤看着这样的烈马，心中充满了征服的欲望，于是翻身跃上马背。然而油门还没踩，这匹烈马就开始疯狂摇摆。李世民一边狂打方向盘，一边猛踩刹车，可惜还是不慎被甩落马下。但这也把李世民激怒了，于是再次翻身上马。此生有命，这个畜生奈何不了我。李元吉一听这话，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，然后不怀好意的笑了笑。趁着李世民还在驯马时，他便悄悄离开人群，找到远处的张婕妤，低声耳语说：“小妈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二哥竟然说他有天命。”他真的这样说？等到李世民驯马高兴而归之时，他才知道自己又被4弟给阴了。父王，元吉有匹好马。二郎，你刚才说自己有天命。李世民听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这可是谋逆的话，自己绝对没说过，明显就是有人栽赃。而他也迅速反应过来，刚才只跟李元吉一个人说过话，于是便怒不可遏地跟李元吉对峙。可李世民没想到，刚刚还跟自己有说有笑的4弟竟然倒打一耙。我说我替你担心，你说你有天命，放肆！回父皇，我说生死由命，这个畜生奈何不了我。元吉，我是这么说的吧？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李渊虽年迈，但尚能辨别是非。在得知二郎驯马的原委后，李渊立刻意识到这都是兄弟俩的争斗。但是人的猜忌之心就像打碎的玻璃，虽然解释明白了能复原，但还是会留下微小的隔阂印记。而李世民虽然脱险，但他看向李元吉的眼神变了。这话传得也太快了，元吉一直跟我在一起，没有离开过。他跟张婕妤耳语，我看到了。本来只有一个建成，现在又多了个元吉。他们都搅在了一起。李世民这才意识到，太子李建成和老四李元吉，甚至包括李渊身边的宠妃都结成了同盟，一起对付他。气得李世民抽马鞭来发泄心中不快，接着转身恶狠狠地对长孙无忌说道：“你马上安排人手观察齐王府的动静。”我已经在东宫和齐王府安排好自己人了。李世民一脸震惊地看着长孙无忌，他实在没想到这个大舅哥的野心之大，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幸好是为己所用。到了晚上，李渊叫上李世民与李元吉一同开 party。李渊跳着风骚的舞姿，儿子李元吉在一旁疯狂地叫好，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欢乐的时光，唯有李世民显得格格不入。此时他正回想着白天长孙无忌对他说的话：“齐王李元吉让你驯服一匹暴躁的烈马是他的祸心，他诬告你说你有天命，是想置你于死地。”而太子的东宫护卫也已经增加到了2000人，明显就是在防备着李世民。而这一切的一切皆源自于你李世民太过优秀，功劳太大，权位太高，所以致使所有人都对你生出了浓浓的敌意。看着父亲的骄奢淫逸和亲兄弟的算计，这让李世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母亲。可惜呀，母亲看不见了。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又飘入了李元吉的耳朵里，于是他跑到李渊跟前，又是一通小报告。李渊听后极为震怒：“二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我没说什么。哎，我亲耳听到你说，可惜母亲见不到父皇现在的样子。元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给我滚出去！父皇，我滚！李世民心中极委屈又气愤，大唐刚刚和平就搞得这样穷奢极欲，这还是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大唐吗？他最终落寞地离开宴会，而这和平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太久。第2天，朝会上又传来了草原18部进犯长安的消息。面对18部的数万兵马，
李渊顿时慌了神，因为眼下大唐兵力分散，根本来不及整合，而长安守军不过1万，与突厥兵力相差悬殊，可再差也得顶上去啊。而急需立功的李建成鼓起气势上前说道：“陛下，我愿领兵征讨草原18部。”就在李渊准备欣然答应之时，太子又突然话锋一转，或者领兵防守长安。这瞻前顾后，举棋不定，可是兵家大忌。如此没出息的太子也让李渊很是失望，于是他便把目光投向李世民，而李世民收到信息后，便立马挺起了胸膛，命秦王为征讨新军大总管。是，率长安全部人马，3天后必须出发，阻击18部。是。随后李世民起身离席去做战前准备，其余人继续讨论。太子率先发表看法：这突厥有20万骑兵，而我大唐虽人口众多，但用于战斗的马匹却不足10万。如果全部靠步兵作战，根本难以对抗20万突厥骑兵。紧接着，早就和太子交好的裴寂又及时给出建议，不过他的建议说白了，就是让李渊先避其锋芒，主动放弃长安。而太子似乎是怕李渊听不懂，于是又补了一句：我们总不能主动放弃长安吧？果然，在他们俩的一唱一和下，让李渊有了迁都的想法。事到如今，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。中原大乱之后，国力恢复有待时，我们先行退后，暂避草原18部锋芒。待时机成熟之后，我们再收复失地，报仇雪恨，未为晚矣。经过商议，最终将新都敲定在襄州，并且李渊还将此事交由太子和裴寂2人全权辅佐。而正准备去阻击突厥的李世民，很快也收到朝廷要迁都的消息，这让他瞬间火冒三丈。混账！谁提出的迁都？难道要把长安拱手让给草原18部吗？